现在我是来到了重庆中县的石宝镇，这是一座长江岸边的小镇，而就在小镇的旁边，也就是长江的江面上，竟然有一座被称为世界8大奇异古建筑之一的石宝寨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孤峰耸立，塔楼依山而建，整座12层的木楼没有用一颗钉子，历经400年依然屹立。这里有传说，有智慧，有历史，更有三峡蓄水后被完整守护的奇迹。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处长江上最大的盆景，感受它的建筑传奇和文化底蕴。这就是景区的大门了，这里门票45块钱。现在继续往前走，要进入石宝寨呢，就要走过前面这座长达188米的吊索桥。来看牌坊上呢还写着江上明珠。在过去石宝寨之前呢，先来看看这里有12生肖的兽首。这一个呢是蛇头，龙头做得相当的精致啊，而且呢是用纯铜打造。这个呢是兔头、虎头，这是牛头、老鼠头，另一边还有马头、羊头、猴头、鸡头、狗头、猪头。走在桥面上啊，能够明显感觉到有些轻微的晃动，体验感很强啊。其实石宝寨在三峡大坝蓄水之前呢，还不是一座江心岛，它原本呢是3面环水，一面连接着石宝镇。也就是说，在这座桥的下方啊，原本是有一条路可以通往石宝寨，后来因为三峡蓄水，水位大幅抬高，陆地啊就被淹没了，它才彻底变成了一座4面环水的孤岛。这边有好多牌子啊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是4A 级景区的招牌，长江三峡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，中县石宝寨。寨楼呢是往这边走。也正是因为三峡蓄水，石宝寨啊差点被永久淹没了。后来当地为了保护文物，就专门修了一圈围堰来保护它。这一圈围堰呢，全长600米，把整座石宝寨呢是围在了中间，挡住了江水，才让这座400年的古寨完整保存到了今天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圈围堰，修的还是蛮高啊。这下方呢是一个小码头了。来看一下围堰的另一边，你看这边呢就低于长江的江面了。其实在这一边呢是有一条路可以直接抵达寨楼，但我现在呢是站在这条围堰的上方，因为在这里啊可以更好的来去观赏一下这座古寨。这一圈围堰就相当于是一道堤坝了，可以很好的保护到这座石宝寨。现在就来到了寨楼的正前方了，它整座寨楼呢是依山而建，从低到高，一共12层，高达56米啊。从这个角度往上看呢，是非常的震撼啊。这旁边应该是有一条小路可以下去，现在往这边走，这边果然是有一条阶梯可以下去啊。这里写着“B 字碑寨楼”。现在是夏天了，这边的植物啊是长得郁郁葱葱啊。很多人来过重庆，却很少有人啊真正走进这座秘境古寨。从远处望过来呢，整座山峰啊就像一块天然的玉玺，因此得名石宝寨。这一栋紧挨着山壁而建的寨楼啊，就是登上山顶的通道了。因为它外形比较独特，气势非凡，还被外媒啊评为世界8大奇异古建筑之一。这个外媒是什么外媒呢？它就是美国的探索频道了。当时中国是有2处地方入选，另一个呢是万里长城。我估计当时美国探索频道在中国啊就没有走完。这座石宝寨的确很奇特，但是如果和万里长城相提并论的话呢，我认为啊还是差远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整座寨楼啊，它是紧贴着悬崖而建，从山脚一直到山顶，就像一座挂在山崖上的空中楼阁，既险峻又壮观。所以也有人啊把它称作长江上最震撼的古建筑。更加难得的是，这座寨楼啊，从第1层到第9层是用纯木头打造，没有用一颗钉子，完全依靠木构件榫卯咬合，依靠力学平衡支撑屹立数百年。我们可以看到整座寨楼呢是有12层，
但是它最初修建的时候啊，就只有9层，寓意着9重天，代表着古人登高进天的观念，也象征着至高无上。后来到了1956年啊，才被修缮扩建到现在的12层。我们来到寨楼的下方，会看到一座牌坊，上面写着3个大字“必自卑”。是不是说来到这里啊，就要感到自卑呢？其实这3个字是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，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迩。意思呢，就是想登高山，必须从低处起步；想走远路，必须从近处开始。比喻做人做事啊，要脚踏实地，循序渐进，不能好高骛远。短短3个字，是古人的人生哲学，也是劝世格言。过了必自卑牌坊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面汉白玉雕刻的石壁。石宝寨所在的中县啊，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钟字命名的州县。钟是这座城的灵魂，八曼子、严颜、秦良玉等等历史上无数的忠义之士啊，都是出自这里。八曼子为了保国土，宁可舍身不负城池；严颜宁做断头将军，不做投降将军；秦良玉率土司兵征战沙场，忠勇护国。当然和钟有关的还有关羽，所以说在这里啊是刻着很多关羽的题材。比方说这里啊是夜读春秋，还有专都荆州。这边呢是三顾茅庐。关公之所以被后人敬仰啊，就是因为他对国以忠，待人以义，处事以仁，做人以勇。这正是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了。忠义仁勇信，石宝寨不只是一座古建筑，更是忠义文化的传承之地。寨门上是写着梯云直上，在上方呢还有小蓬莱3个字，说明这里啊是川东的蓬莱仙境啊。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寨楼，在这里呢是有一个小细节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位置写着175.1。这个数字就是三峡工程最终的蓄水水位线，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站着的这个位置啊，正常情况下呢是在水位线之下，而这一圈围堰呢才让石宝寨浮在水面之上。进入寨楼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面功德碑，而就在这上方啊，还有一块更加神奇的碑呢。他们当地人呢是把它叫做秦雨碑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呢？假如说这块碑上面呢冒出了水汽，就预示着第2天呢会下雨，所以说他们本地人呢就把它称作秦雨碑了。现在我们就顺着这边的阶梯往上面走，来看这里还有2个小的穿洞呢，这样半夜啊老鼠不会钻进来嘛。哇，来看一下这个阶梯啊，是真的陡啊，要扶着栏杆上才比较安全。这里有一组雕塑，这一位就是八曼子将军了。他为了守住自己的城池啊，宁愿把自己的头颅给割下来。在另一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3个直径1米多的圆形孔洞。那么这个孔洞呢，它既可以是观景窗，这么设计啊，也是可以让整栋楼呢是更加的通风采光。因为木头的建筑啊，最怕的就是潮湿。把窗开得这么大，其实也是为了让楼体啊减轻一些负重。从这个窗口望出去，景色是真的不错。站在楼体的内部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整栋楼的柱子啊，还是相当的密，而且呢都是非常的粗大。整栋楼啊都是采用木结构，榫卯咬合。顺着阶梯往上走，来到第3层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墙壁上呢是刻着有3个字“直方大”。这3个字啊是出自《易经》坤卦，意思就是平直、端正、大方。但大家仔细看会发现一个细节，这个“直”字呢中间是少了一横，但这可不是写错，而是有意为之。这是林则徐的老师陶树所提，他学问非常的深厚，少写一笔其实是在提醒后人做人正直，但是不要一味耿直。在面对小人恶人的时候呢，不必太过于耿直，否则容易吃亏。简单的一个字藏着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魅力。一字藏一心，一笔藏一道。
顺着楼梯继续往上面走，就来到第4层了。这第4层呢，就显得更加的明亮了。这里墙壁上还挂着2幅画像，是严颜将军还有甘宁将军，这2个都是中县本地人啊。继续往上面走呢，就来到了第5层。这第5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岩石呢，全部都裸露出来了，还有一些架设木头的孔洞。这里啊，还有一个牛鼻子孔，从这里可以穿过去。现在上来第6层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观音阁。来看这个观音像啊，是在这个山体里面开凿出来的。在这一面石壁上还雕刻着一个释迦牟尼的头像，可以看到它的雕刻呢是比较扁平化，是开凿于明代，宽度1米多，高度1米24。现在上来第7层，越往上这个楼体啊就越小了，而且中间呢就只剩下一个圆形的孔洞了。站在这上方呢，可以看到远处的货轮，这边呢还有一艘游轮呢，另一边呢就是石堡镇了。站在这个楼体的内部啊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处细节，就是它整栋楼呢都是略微的向山壁去倾斜。这样做的话呢，就是可以令到整座建筑啊更加的稳固。再加上这些圆形的孔洞啊，减轻了外侧的重量，通风防潮，几百年风吹雨打，江水震动，依然稳如磐石。到了第7层呢，就有2个方向可以走，一边呢就是继续爬这个寨楼，另一边呢就是链子口。我们到链子口来看看，这是以前的一条通道。那么在修建这栋寨楼之前呢，每年都会有人因为要爬到山顶而摔死摔伤，所以后来官府就修了这样一栋寨楼。你看，这里是第7层，上面呢第8层、第9层。然后再上面呢，还有3层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了。现在就沿着这边的链子口啊，爬到山顶。你看旁边还真的是有一条铁链。登上山顶，在左手边呢是有一个观景平台，这里依山临崖，视野豁然开朗，长江蜿蜒东流，江面开阔，水天一色，气势非凡。看到这样的场景呢，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一句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。山水依旧，岁月流转，历史就在眼前。站在这里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，这就是寨楼的最上面3层，也就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。我们走进来看看，这最上面3层呢，也是可以登上去啊。你看这里呢，就是第9层了。只剩下1间房，面积啊非常的窄了，也只有1个孔洞。这里的阶梯就非常窄了，只能容1人通行。那这里就是第11层，原来第12层啊是上不去的。那么在第11层呢，4个方向各有1个孔洞，每个孔洞啊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。这边这一栋呢，就是天子殿了。就在天子殿的前方啊，还有一处非常神奇的洞穴，它叫鸭子洞。这个洞口不大，呈3角形，
人啊根本进不去。那它为什么叫鸭子洞呢？这里有这样一个传说，在古代啊，人们很好奇这个洞到底通向哪里，于是有人做了一个试验，弄来了一只鸭子，在腿上啊做好记号，放进洞里。结果没过多久，这只鸭子就从长江的江面上啊浮了出来。人们这才弄明白，这个洞是直通下面的长江。这一洞就是天子殿了，上面是写着“赣雨凌霄”。它是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是石宝寨现存最早的建筑了。从明朝到清朝康熙、乾隆、同治年间多次修缮扩建。虽然是经历过修复，但是整体的格局呢，依然是保留了明代的风格。整座建筑是古朴庄严。天子殿所在的位置呢，也是整座石宝寨的制高点了。古代这里既是祭祀场所，也是观景瞭望之处。站在殿前，整个长江江面两岸群山是尽收眼底。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，都是绝佳的观景台。天子殿里面供奉的是关圣大帝，两边呢就是四大天王了。继续往里面走，这一间供奉的就是玉皇大帝了。两边还有各路神仙，有太上老君、真武大帝、文曲星、太白金星。这里还有一面浮雕，是瑶池祝寿。在天子殿里面呢，还有一座特殊的小桥，它的名字叫爱河桥。在三峡库区呢，是有3座特殊的桥：丰都鬼城的奈何桥通往地狱，白帝城的无影桥通往人间，而这座石宝寨的爱河桥是通往天上，所以呢又叫它通天桥。在当地有一个传说，一生行善、心怀爱心的人3步跨过这座桥就能够心想事成，而作恶多端的人呢，3步之内跨不过去。虽然只是民间传说，但也寄托了人们对善良、正义、福报的向往。来看一下这座爱河桥的桥面呢，是特别的拱想要爬上去也要担心会不会滑倒哎，过来了。后面的这座大殿呢，供奉的就是王母娘娘了。这后面还有内容，继续往里面走。在王母娘娘大殿的后方呢，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洞穴，就是小和尚旁边的那个小洞了，它叫流米洞。这里藏着一个流传几百年的民间故事。相传在很久以前这个洞呢会自动往外流米，每天流出的米不多不少，刚好够庙里的和尚吃一天，不浪费不匮乏，日子过得安稳平静。后来有个和尚起了贪念，他觉得洞口太小了，流米的速度呢太慢，不够多，于是就拿了凿子把洞口凿大，想让米流得更多。结果洞口一凿大，从此再也没有1粒米流出来了。不过这个故事一听就知道是编造出来的，说的就是做人不能够太贪心，要知足常乐之类的。来看这个小和尚呢，是一脸无辜的样子在旁边呢还摆放着几袋大米，写着知足大米。来看这里有一个古炮台，这座大炮呢是铸于清朝的同治年间，它的原长是有3米多，现在看来呢就只剩下80厘米左右了。虽然只剩下残件，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当年的位置优势。这里居高临下，俯瞰长江，视野无敌。在古代这里是真正的江防要塞。登上石宝寨的最高处，才算是真正的看懂它。眼前的景象完全配得上一句世界上最大的山水盆景了。这里孤峰独立，塔楼高耸，长江环绕，山水楼江天融为一体，难怪古人称它为川东小蓬莱。有人说它是长江上的明珠，有人说它是悬崖上的奇迹，还有人说它是活着的古建筑博物馆。在我看来，它更像是一部立体的史书，写着工匠的智慧，写着民间的传说，写着忠义文化，写着三峡变迁。走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整座石宝镇的全貌了。下面就是那一座长达188米的吊索桥。
从后面的观景平台往回走一点啊，这里有一条下山的路。那现在呢，就从这边下去了。石宝寨不只是一处古建筑群，它更是中国人智慧、坚守与文化的缩影。无钉之楼是工匠的极致，留米传说是人心的修行，忠义传承是民族的底色。它在长江的江心处屹立数百年，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不朽从来不是砖石，而是藏在建筑里的精神与文明。